大家好，我是东宝行为。今天我们兴趣使然的来讲一期《一拳超人》最新的207话啊。兴趣使然的意思呢，就是我对这个漫画的热衷程度啊，只能说一般啊，也就看过1.5次左右啊。剧情方面嘛，当然是全忘了。我只记得啊，这个漫画里好像有个光头，好像还有个黑发大姐姐，还有个金发大姐姐。好了，说回正题啊。上一话讲到，二郎终于对上了史上最强光头奇遇老师，在被奇遇暴打一通之后啊，二郎终于回忆起了自己的悲惨往事。眼前这个光头啊，就是无数次支配自己的噩梦存在啊。这一话一上来呢，镜头转到了杂鱼小分队这边。由于担心战况还会恶化，这些战斗力比较拉胯的英雄准备先行坐船开溜了。说起来惭愧啊，这些人的名字我一个都记不起来了。这个人我在 P 站里看过啊，他叫他叫爱运动的大姐姐。大家此时啊正在讨论蜈蚣长老跟天然海突然暴毙的事啊，一旁的鼻涕熊呢一口咬定啊是大叔在保护大家。这吴正跟麦克斯呢还不知道啊，他所说的大叔啊其实就是头号通缉犯二郎，还在那儿瞎猜。小朋友，你说的大叔是不是穿了个背心啊？那人家背心遵着这个新剧剧全员客串啊，你们两个笨蛋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地面突然传来了强烈的震动啊，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。他们望向天空，黑夜中时而闪烁的光芒啊，似乎正散发出危险的信号啊！不断传来的巨响，好像是什么怪物啊正在战斗的声音。几个弱鸡英雄啊又被吓得够呛啊！我靠，这又是什么怪物啊？哎呀，现在局势的发展实在太不妙了，根本就不是我们这种级别能够左右的啊！说罢，镜头拉到了空中，果然，二郎跟奇遇正在进行激战。不过看样子好像是二郎单方面在进攻啊！这奇遇，你不要再装了，赶快还手啊！刚说完，奇遇就一发左直拳击出啊！不料二郎没有再度吃瘪，他一个前空翻躲过了奇遇的重拳，反手腾空而起啊，使出了一招通天脚。奇遇闪躲不及啊，被一脚从空中击落，径直就砸在了地表之上。这一击打得大地震裂啊，威力是相当的惊人啊！面对从瓦砾堆里爬出来的屁事都没有的光头啊，二郎凌空踩着碎石进行加速。他知道奇遇可不是一般的对手啊，现在必须要使出我刚开发出来的必杀技才能够击败他。来吧，尝尝我的究极缝合拳法，我流手刀！二郎使出了击杀蜈蚣长老时的神技啊，一刀就劈在了奇遇的大光头上。我操，这招威力实在是太强了！奇遇居然都被劈得蹲了下来，四周围飞沙走石啊，天雷勾地火。难道说二郎真的要重创奇遇了吗？咦，那奇遇的脑袋居然在发光啊！二郎露出了极为痛苦的表情啊，手刀和光头的激烈碰撞已经达到了极限啊！痛！这什么？奇遇居然原地起跳，用一记头锤把二郎的手臂干了个粉粉碎啊！再看看他的表情啊，那根本就是在玩嘛！二郎虽然吃了瘪啊，但是好在他已经是怪人之身了，一个左旋再生术啊，手臂又长了出来。奇遇一副不耐烦的表情说道啊：“你别跟个疯狗似的乱咬啊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了。”不料二郎根本就不鸟他，又冲了上来，气的奇遇直接一拳就给二郎干飞了出去。他妈的，你先听我说话呀！好家伙啊，二郎这一飞啊，像打水漂一样冲出去老远，直接就撞到了英雄小队这边。二郎此时呢，内心感叹道：“我操，这光头也太强了吧！这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嘛！”英雄小队呢，被这始料未及的一步啊，都给惊呆了。二郎从废墟里面啊捡回条命，哇，这也太惨了吧！你看都给人家孩子打融化了。鼻涕熊呢，一看是二郎，直接就冲了上去啊。这时麦克斯他们才发现，他妈的，鼻涕熊说的大叔怎么是二郎啊？而此时二郎的脑子里啊，全是奇遇的阴影，那种巨大的压迫感和身为英雄猎手的自尊心不断的扭曲融合啊！我靠，二郎他又进化了！我二郎啊，可是要成为恶人王的男人啊！鼻涕熊刚跑过来啊，就被吓了个半死。麦克斯一看情况不对，跟蛇哥两个人抱起鼻涕熊，拔腿就跑。而二郎虽然意识还算清醒，但他
他的身体已经变得更加的厚重，也更像个怪物了。另一边，比提熊强行从船上开溜了，回来找饿狼。饿狼回头一看，哟，这不那谁吗？比提熊啊，你还没死呢！比提熊此时感觉到啊，虽然自己眼前的是一个可怕的怪物，但是和他的对话情节啊，却和以前的饿狼别无二致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坚强起来！比提熊啊，攥紧了拳头，眼含热泪的朝饿狼苦笑道：“太好了，大叔，我就知道是你在保护我们啊！我就说嘛，你是个英雄啊！”饿狼直接就给整不会了，他还疯狂的解释道：“那个什么小鬼，你不要乱讲啊！我是怪人啊，我铁怪人了。”但是这时比提熊已经不会再逃避了，他大声对饿狼说出自己的心声啊：“大叔，你3番5次的救我，就是你作为英雄最好的证据啊！求求你了，不要再装怪人了啊！”饿狼万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一个小学生给告白了。看到比提熊痛苦的表情，得知他不想让自己再遭受世人的排挤和误解，饿狼仿佛有了一种快要升华的感觉啊！自己作为怪人的行为好像也终于有了意义一样。就在这时，邪恶的正义光头出现了。奇遇对饿狼的不满啊，已经到达了极点。你个老逼，就你叫饿狼是吧？我要告你勾结江洋大盗、杀人放火、贩卖外婆卖淫，还强奸了一头母猪啊！你现在居然还绑架小学生在这玩泥巴！饿狼，你是顽童是吧？面对奇遇疯狂的吐槽，饿狼对比提熊说道：“看着吧，小鬼，我现在啊就要摧毁掉眼前这最后一丝的正义。以前啊那些对你我的霸凌啊将会彻底的结束，因为我将做回这世上绝对的恶，君临天下。到时候所有的人都必须高看老子一眼啊！”比提熊人都麻了啊！对面的光头也是个英雄吧？大叔，你们不要自相残杀呀！到时候就真的回不了头了。面对比提熊的哀求啊，饿狼显得毫不在意。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啊，一个光头缓缓地凑了过来，也妈死了你说什么？你个臭屎烂龙！怎么啦？破防了？你来打我噻！要手啦！这个光头居然火上浇油啊，还疯狂嘲讽饿狼。后者气打鬼火之冒，一拳就给奇遇呼了过去。那你奇遇他除了被打得有点冒白烟之外，他脸上连个灰尘都没有啊！这时奇遇朝着一旁早就看呆了的比提熊说道：“没事啦，小朋友，不会有人受伤的。”饿狼瞬间觉得我操，我好没面子啊！飞起来就想给奇遇来一个铁膝盖，结果被奇遇一巴掌直接给打飞了。当然这是为了保护比提熊，两个人要换场地了。最后奇遇对比提熊说：“你是想让我阻止他，而不是打倒他，对吧？”比提熊呢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，朝着奇遇疯狂点头。他心说：“这个大叔这么强，也只有他能够拯救饿狼了吧？”既然任务的目标已经明确了，奇遇自然也露出了正义凛然的表情啊！他大跨步的向远方走去。放心吧，小鬼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奇遇老师的爱心教育课就要开始喽！本话结束。